现代战场机动性才是王道，牵引式火炮终将落幕。美国陆军未来司令部司令雷尼上将在出席全球武力座谈会时表示，牵引式火炮将黯然落幕，陆军的未来是 AI 无人载具、射程更长的炮弹以及新型自行火炮。美国陆军甚至还打算放弃 M777。M777 相信大家并不陌生，在乌俄战争爆发不久后，这款美制牵引式火炮搭配神剑炮弹，就在战场上创下了不菲战绩。巅峰时期一天摧毁数十辆俄军装甲车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自行火炮真的会彻底取代牵引式火炮吗？如果会，美国陆军又会在什么时候退役 M777 呢？按照雷尼上将的话来说，未来战场的关键是机动性，所以牵引式火炮注定要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。在面对大国竞争时，军队需要的是高机动取射火力。就美国陆军而言，虽然砍掉了增程火炮计划，但是射程70公里以上的增程冲压炮弹将会继续。而 BAE 虽然失去 ERCA， 但是仍在进行 M109A7 的改良计划，将莱茵金属开发的52倍镜火炮安装在 M109 自行火炮上。此外，美国陆军进行的下一代战斗车辆也开发了轻、中、重型3款形式，因此美国陆军很有可能选择放弃现役的 M777。就现代战场的环境而言，火力军很是认可雷尼上将的说法，火炮属于一种支援火力，其主要的作用就是为己方部队的进攻或防守提供必要的火力支援。只是问题在于，牵引式火炮的缺点很明显，需要车辆拖拽，越野能力不强，在需要占领制高点时，牵引式火炮很可能会出现因为动力不足而无法上去，而且牵引式火炮也无法高速机动，在遇到雨雪天气或者泥泞路面时，机动性会进一步降低。防御能力也不行，如果火炮阵地遭到敌人袭击，作战人员完全没有防护，几块零星的弹片就可能团灭一个炮兵班。当然，以上这些都还能接受，最麻烦的地方在于，牵引式火炮布置发射阵地的过程很复杂，为了保证准度与射程，火炮需要的装药量很大，后坐力也很大，需要布置炮架，而且发射前还需要不断校正，再加上搬运炮弹、安装引信等操作，需要不少时间。转移阵地时，牵引式火炮还要把之前的流程再来一遍，估计这一套操作刚做完一半，就会有几架敌方无人机飞过来。相比之下，自行火炮只需要停车开炮。在现代战场，这种机动性基本为零的火炮毫无生存空间，最直接的威胁就是反炮兵雷达。二战之后，反炮兵雷达的反应速度快了不止1星半点，基本上在10秒之内就可以测出敌方火炮坐标。比如美军的 TPQ-50 和 TPQ-53 3秒左右就能锁定位置。俄罗斯声称其最新的盘尼西林反炮兵雷达5秒内就可以锁定敌方火炮位置。虽然二者都有夸大的情况，但不能否认的是，反炮兵雷达在面对牵引式火炮的优势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火炮最重要的就是机动性，打完就跑才是王道。此外，对于当前的美国而言，牵引式火炮的作用并不大，它不适合大国竞争。如果问牵引式火炮有什么优势，那肯定就是便宜。就比如 M777 单价70万， M109A7 单价750万美元，一台 M109A7 的价格可以买10门 M777。 还有就是足够轻， M777 重量大约 4.5 吨，所有的 2.5 吨卡车都能轻易牵引 M777。 如果有需要，悍马越野车也能拉着 M777 跑。得益于较小的体型和较轻的重量， M777 可以使北约的所有大中型运输机运输，比如美制 C10、欧洲的 A400M、C17、C5 等各种固定翼运输机运输，可以随时为城区、丛林以及山地作战的步兵提供火力支援，拥有全天候作战能力。美军选择 M777 的原因就是看上了它的空中机动性。之前几十年，美军打的都是局部战争，不需要依靠火炮和重型装甲部队正面突破，强调部队具备空中机动性，所以美国陆军选择了轻便、灵活、价格更低的 M777。可以利用直升机快速在战场机动，支援陆军部队开辟直升机降落场，加上美军拥有制空权，可以安心远距离攻击敌方地面目标。但是面对大国竞争，美军无法保持制空权的情况下，这种依靠直升机实现快速机动的方法基本就是靶子。如果只用轻型车辆实现机动，又会影响 M777 的实战发挥，而且因为体型与速度的问题，无人机一打一个准。具体情况可以参考俄乌战场。这次乌俄战争，双方都装备了反炮兵雷达，可以在敌方火炮开炮后立刻锁定其位置，
然后实施炮火反击，并且还有各种无人机在战场盘旋，寻找任何可以攻击的目标。而 M777 在机动时的体积非常大，很容易被敌方无人机发现。就算不使用反炮兵雷达，无人机也可以指引炮兵实施精准打击。此外，因为无人机以及精确打击武器的存在，火炮在阵地不断开炮的场景也很难看到，需要在几个预设阵地之间来回转移，跑得慢就要被打。说得更直白一点，直升机空运牵引式火炮就是用来虐菜的，谁也不会指望这个跟有反炮兵能力的敌人对射。如果是大国竞争，敌方的野战防空可以将直升机的降落点看得一清二楚，就算是没看到，反炮兵雷达的速度也足够了。所以对于美军而言，可以高速机动的自行火炮才是重点。而美军内部也在争吵是否要全面退役 M777， 换装新型自行火炮。自行火炮的支持者认为，自行火炮可以快打快跑，还有一定的防护能力。如果选择轮式自行火炮，还可以利用 C130 运输机运输，完全可以替代牵引式火炮。牵引式火炮的支持者认为，牵引式火炮的价格更低，重量更轻，更适合目前的美军部队。而美国高层更倾向于一步到位，直接上机器人火炮。美国陆军未来司令部司令雷尼表示，未来美军可能装备可以远程操作或者自主操作的火炮。只是虽然牵引式火炮问题很多，但以上这3种说法，不淘汰 M777 才是最有可能的。美军之前打算取代牵引式火炮的布鲁图斯卡车炮，在北方打击2019演习之后就没了下文。这就有一个问题，为什么美俄不全部淘汰牵引式火炮呢？牵引式火炮没有被全部淘汰的原因很简单，它还有一定的价值。这点从美国内部关于退役 M777 的争论中也可以看出来。如果 M777 真的没用了，美国早就将其全部退役了。现在牵引式火炮的性能已经发展得很不错了，由于电子技术的发展，可以让军队通过对方炮弹的弹道判断敌人的发射阵地位置，进而发动反击。那自行火炮也可以使用电子设备进行弹道测算，以快速完成任务，进而彻底。此外，配有短距自走装置的火炮已经出现很多年了，例如瑞典 FH-77B、南非 G5 等，火炮信息集成的问题也不存在了。乌俄战场上使用的星链技术已经给出答案，单兵接入系统就能获得所有坐标信息，制导炮弹也不是什么新鲜东西，引导校射一发炮弹就可以完成。也就是说，牵引式火炮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。所以，关于 M777 是否会淘汰的问题，其实已经有答案了，短期内大概还不会。当然，单单是有升级空间自然是不够的，还有就是火力军上面提到的调运。M109A7 的重量达到了35吨，自行火炮的庞大身躯决定了远距离机动十分困难。如果遇到险要的山地地形，自行火炮没办法开上去，就需要轻量化的牵引式火炮登场了。M777 通过直升机空运可以快速投入战斗，同时牵引式火炮的操作也相对简单。自行火炮是将各种设备集成在一起，性能的确很好，但操作起来也很难。无论是驾驶装甲底盘，还是实打实的发射各种弹药，都需要学习很长时间。如果是大国竞争，这种高技术的士官在高烈度的战争中会短时间大量缺失。相比之下，牵引式火炮的操作就简单得多，大多数的岗位都不需要太高的技术。牵引车的驾驶员甚至可以从民间征调，保留大量的牵引式火炮，至少可以在一段时间内保障炮兵部队的规模。不过最重要的还是价格，自行火炮的价格比牵引式火炮高出一个量级，相对的价格也更贵一点。详情可以参考 M777 与 M109A7。在后勤方面也是牵引式火炮更好。M777 与 M109A7 都可以分为2部分，载具与炮。对于 M109A7 而言，任何一个坏了都会导致无法使用，而 M777 可以临时使用各种载具临时拖曳，炮坏了可以直接送去修，载具先拿去干别的，载具坏了也可以马上换其他车，来者不拒。武器这东西都是高低搭配，以适应不同的战场需求。如果全部都是自行火炮，陆军也顶不住。美国当前的重点在于西太平洋，空军与海军才是主力，陆军发挥的空间并不大。估计等到什么时候美国陆军不缺钱了，才会全部制造自行火炮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，虽然美俄现在不会淘汰全部牵引式火炮，但未来就不是了。牵引式火炮机动性的问题属于先天缺陷，就火炮的发展趋势来看，牵引式全部被淘汰只是时间问题。二战以前，火炮基本都是牵引式。二战以及二战以后，炮战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首先是运动战更多，二战以前那种阵地战少了，
战线活动太多，就要求火炮经常跟随战线运动。如果每次都要预设阵地，找牵引车拉动就太麻烦了。随着冷战时期反火炮雷达的发展，火炮射击后很快就能被对方发现阵地，从而面临空中打击或者敌方火炮反击，发现及被摧毁的可能性大大增加。所以对火炮的运用有了新要求，需要打了就跑，快速转移阵地。于是自行火炮就出现了。让火炮上什么车也分了好几种，比如把火炮装在履带式上，比较典型的就是德国的 PZH-2000、韩国的 K9、美国的 M109 等等。装轮子上的就是轮式自行火炮，比如南非的 G6。不过现在各国追求的都是将火炮放在卡车上面，也就是卡车炮，最经典的就是法国凯撒。但不管是哪种自行火炮都压缩了牵引式火炮的生存空间。等到另一种部署灵活、价格还不贵的火力支援车出现，牵引式火炮就会被逐步淘汰。比如 AI 无人载具，未来在危险地区执行火力支援的地面装备肯定是无人战车，就像当前的无人机一样。总的来说，牵引式火炮只适合低烈度战争，在美军追求大国竞争的当下，注定无法发挥太大的作用，之后被一步步取代也无可厚非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各位认为美国什么时候才会退役 M777？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